印度，一个神奇的国度，也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度。自诩为世界第4军事强国，巴基斯坦，我国人民亲切地称之为巴铁，和印度毗邻，双方关系一直非常紧张，可以说是死对头，在各方面的竞争都非常激烈。这不，最近一件事情就让一向自信的印度心态彻底崩了。众所周知，印度空军的实力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出名的。他们拥有着来自俄罗斯以及欧洲的先进战机，并且在提升他们的自主研发能力。奈何能力确实有限，自主研发的 LCA 战机一直都无人问津，就连印度自己的军队都看不上这款战机。反观对面的巴基斯坦，在中国的帮助下研发的枭龙战机最近却成了香饽饽，这让印度非常难受。据《环球时报》报道，印度媒体最近报道了一则关于枭龙战机的外销信息，在继阿根廷以后，又一个新买家对枭龙产生了兴趣，这个国家就是阿塞拜疆，并且阿塞拜疆点名就要最新款的枭龙。据阿塞拜疆驻巴基斯坦外交官透露，从巴基斯坦购买枭龙战机是议程里的一个关键项目，并且阿塞拜疆想要购买的还是目前最先进的伯洛克3型号。这款最新型的枭龙战机配备了新型电子设备以及有源相控阵雷达，能够携带多款中国研发的武器进行多种作战任务，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轻型战斗机。据巴基斯坦媒体透露，双方的新合同基本已经可以确定，就差最后一步签字敲定了。有分析师指出，如果枭龙出口到了阿塞拜疆，那么未来土耳其也很有可能对其产生兴趣。毕竟目前土耳其和美国关系因为 S40 事件也闹得很僵，被美国踢出了 F35 战机项目，并且他们的 F16也已经服役多年，面临着更新换代的严重问题。在没有其他5代机替代的情况下，枭龙这样一款物美价廉的战机就成了他们用于过渡的一款优秀产品，并且考虑到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友好关系，枭龙出口土耳其也并不是没有可能。虽然同欧美已经打出名头的游戏战机相比，枭龙目前的市场才刚刚起步，但是和无人问津的印度 LCA 相比的话，枭龙的成绩属实优秀。而作为巴基斯坦的死对头印度，可想而知他们在报道枭龙大受欢迎时的心态了，估计比吃了那啥还要难受吧。近日，中国企业的商品又一次被美国给非法扣押了。据媒体消息，从10月28号一直到11月3号，中国光伏巨头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计40.31兆瓦的光伏组件产品，在美国海关被非法扣留，而原因是有可能强迫劳动了，这违反了人权自由。美国作为向来喜欢强调自己非常的民主自由以及尊重人权的国家，但是自己真的做到了尊重人权吗？要知道，美国内部人权欺压可从来都不曾减少，甚至更是时常罔顾其他国家的人权，大肆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，其中造成了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等种种后果。美国考虑过人权吗？当初华姐有句话就说得好，人权不是口号，不是说用就能用的。说实话，去年我国西部事件闹得那么大，不就是因为美国攻击我们人权，指责我们强迫劳动吗？这次美国又来这一招，还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而且需要注意的是，这可不是第一次非法扣押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。从今年6月起，美国就陆续给中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发布了暂扣令，其中就有金科能源、阿特斯、天合光能等内地光伏制造商的组件。其中9月份金科能源被扣押时，中国外交部就对美国打着所谓的人权名头，做的却是土匪的活儿一事，表达了警告之意。当时坚哥对此就说了，这根本就是弥天大谎，中国早就澄清了事实，美国却视而不见，一再对中国光伏产品出手，甚至搬出了有可能这种毫无下限的说法，希望美方立即纠正错误，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。谁知道美国不仅没有改正，甚至还再次对中国商品出手，公然非法扣留中国产品，这无疑是在挑衅，是在破坏双方关系。对此，近日我国外交部再次发出了最后的警告，汪文斌在11月4号的发布会上再次对此事进行了回应，表示中方对于美国的作为表示强烈的不满和谴责，希望美国为双方合作创造必要条件，不然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。其实真要说起来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对于采购了中国商品的美国企业来说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打击呢？就像美国媒体最近报道的一样，美国这是在犯错，打压中国不会缓解美国的混乱，过度关注中国根本就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最后不得不说，美国作为一个大国，不仅不关注自己应尽的大国义务、该履行的大国责任，反而肆意挑衅他国，大搞拉帮结派的内斗，简直是短视之极。
还有1个多月，我们就即将走完2021年。在这近1年的时间里，我国的航天世界可以用井喷式发展来形容。媒体甚至用中国航天发射的最佳年份来形容这还没过完的1年。在他们看来，中国航天在2021年是领先美国的。据统计，在2021年的前10个月中，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射总次数比以往任何1年都要多，并且在日渐激烈的太空竞争中，以略微的优势领先美国。截至11月初，美国今年总共进行了38次航天发射，成功了35次，成功率92%。中国在今年共进行了40次发射任务，成功率达到了95%。这其中还包括了2次将3名宇航员送上空间站这样的高难度载人航天任务。可见，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来说，中国航天在2021年都领先于美国。不仅领先美国，中国航天现在的格局也很大，最近又圆满完成了一项为联合国服务的卫星的发射任务。据环球时报报道，长征6号火箭在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完成了长征火箭家族的第395次发射任务，成功将一颗广袤地球科学卫星送到了预定轨道。在这里就要着重介绍一下这颗广袤地球科学卫星，它是全球首颗专门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，是我国自主研发制造，为探测能源消耗、人居格局以及近海海洋环境所研制的一颗造福全人类的科研卫星。所以中国航天在2021年不仅领先美国，而且格局很大，并不是一句空话。前2天，美国媒体对我国进行指责，宣称我国卫星在太空展现迅速躲闪能力，有对外展示太空战的嫌疑。其实当时是美国卫星先逼近我国卫星，想要对其进行监视，被我国卫星发现并及时进行了闪躲。没想到美媒竟以此大做文章，倒打一耙，指责我国加剧太空竞争。没想到仅仅过去几日，我国就宣布发射了首颗为联合国进行科研服务的科学卫星，这就令美国非常尴尬了。毕竟他们才刚刚对中国进行过指责，没想到紧接着中国就发射了一颗为全人类服务的科研卫星，这打脸打的也忒快了点吧。不过估计其他国家也早已习惯了美国这种无赖行径。美国忙着搞破坏，中国忙着搞建设，这句话并不是玩笑，哪里有美军哪里就有战争，这句话也很有道理。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与共同进步，哪像一些西方国家一般小肚鸡肠，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，四处欺凌干涉打压别的国家，阻挡人类共同发展的步伐。日前，美媒关注到中国军队存在的一个问题，也即长时间没有实战经验。这确实是外界质疑中国战略威慑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自1979年以后，我国再也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实战。但实战经验真的重要到能够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吗？分析家莫西西斯表示，缺乏经验或许并不重要。随后，为了证明这一论点，文章还举出了不少的例子加以验证。相比之下，二战初期的美军实战经验严重不足，但是他们凭借丰富的军事资源以及扎实的日常训练，迅速从战场中恢复过来。如果说这还不够具有说服力的话，那么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更加能够说明问题。相比之下，同伊朗对抗长达8年以上的伊拉克更具实战经验，但是在这场入侵战争中，伊拉克以惨败告终。而美国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，武器性能先进。而这也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，在越来越先进的武器面前，低烈度战争的经验是否还重要？答案已经很明显。况且现如今，各国的军演活动也越来越贴近实战，这也在最大程度上弥补了缺乏实战经验这一点。而相比运用实战经验的优势，先进的武器装备、充足的后勤补给、战时雄厚的经济支持等，则显得重要得多。所以说，关于中国军队能否填补其缺乏经验的差距这一点，美媒已经给出了答案。低强度的战争经验在一场高科技战争中是否重要，这必须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另外，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也有可能由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构成，比如说一国的国家决心以及国民凝聚力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中国在取得战争最终胜利这块都占有非常大的优势。这似乎同美军参联会主席的一句话不谋而合，其表示美国多年的统治地位可能已经结束。显然，这话从美军参联会主席口中说出，其指的统治地位更多的是指向军事领域。而归根结底，美军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拥有了众多的实战经验，但最终还是把自己搞坏了。如果美国没有步步挤压俄罗斯，就不会给自己树立一个劲敌。而现如今，美国又在频频挑战中方底线，可以说，现如今的地位丧失，完全是美国自作自受的结果。